得知女儿飞机失事的那一刻，我的整个家庭都背叛了我。丈夫罗伯特立刻把他的情妇塞雷娜带进了我们家。他傲慢又挑衅地冷笑道：我和塞雷娜分开几十年了，但她本该是我的妻子。薇薇安死了，炸得粉身碎骨，你的保护伞没了，你再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哈珀夫人了。从现在起，你得学会认清自己的位置。儿子布兰登满脸恶意地笑着。被薇薇安压了这么多年，我终于扬眉吐气了。哈珀集团现在是我的了。还有你，老太婆，别再摆架子了，好好伺候我们，说不定还能在这家里混口饭吃。曾经充满爱的家人，瞬间变成了面目扭曲、獠牙毕露的恶魔。他们在女儿买给我的别墅里团聚，挥霍着女儿给我的钱，过着奢靡的生活。而我却被赶到狗窝，只能吃连狗都不屑一顾的残羹剩饭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薇薇安因为一场会议耽搁了行程，她根本就没登上那架失事的飞机。时值初冬，丈夫和儿子把我扔出家门时，我只穿了件单薄的衣服。看着塞雷娜那套熟悉的惺惺作态，我忍不住自嘲地笑了。多年前，薇薇安曾用公司股份威胁罗伯特，逼他和塞雷娜分手。原来他当时只是假意答应，这么多年一直瞒着薇薇安和他藕断丝连。罗伯特，你竟敢骗薇薇安？你就不怕他回来把一切都夺走吗？台阶上的一群人低头看着我。几秒后，一阵刺耳的哄笑爆发出来。薇薇安都炸成灰了，她还在做梦，真是可笑。布兰登满脸厌恶。妈，你看看你，老糊涂了。只有薇薇安把你当宝贝，可现在她死了，你的靠山没了。从现在起，你就得靠我们的残羹剩饭过活。一想到这，我就觉得痛快。罗伯特搂着塞雷娜，满意地拍了拍布兰登的肩膀。整个哈珀集团都会是我们的，我和我儿子的。等我们从你这儿拿到薇薇安的遗产，哈珀集团就会变成海耶斯集团。到时候你就可以去陪你亲爱的女儿了。罗伯特的话让他们所有人都兴奋不已。我不知道是身上冷，还是心比冰更冷。我紧紧攥着拳头，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着。这么多年，他们的演技真是天衣无缝。罗伯特一直体贴周到，彬彬有礼。多年前，薇薇安发现他出轨时，他跪地求饶，发誓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。他甚至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薇薇安让他改姓哈珀的要求。布兰登也一直孝顺懂事，对姐姐薇薇安敬重有加。可现在，薇薇安飞机失事的消息刚传来，他们的真面目就暴露无遗。罗伯特嗤笑一声，指了指狗窝，你不配再住这么好的别墅了。你就待在狗窝里，白天当我们的佣人，晚上当我们的看门狗。我怒不可遏，你敢？这别墅是薇薇安买给我的，写的是我的名字。我正要往上走，罗伯特却抬手一把将我推开。我从台阶上滚落下来，旧伤复发的后背传来钻心的疼痛。塞雷娜发出一声娇滴滴的嘲笑，眼神里满是鄙夷。艾莉诺，你一把年纪了，就别折腾了。别忘了，明天早上我要一杯定制的绿茶冰沙，一定要准备好。说完，他随意地挽住罗伯特的胳膊。天太冷了，罗伯特，布兰登，我们进去吧。巨大的房门在我面前重重关上。我强忍剧痛，爬进狗窝取暖。我的手机和银行卡都不在身上。不知何时，罗伯特已经收买了家里的保安。我甚至连院子都出不去。现在不是愤怒的时候，他们还不知道薇薇安根本没上那架飞机。我必须撑到她回来，到时候再看他们还能不能笑得这么得意。瑟瑟发抖的夜晚终于过去，可我却是被一盆冰冷油腻的泔水浇醒的。还睡？海耶斯先生和布兰登少爷都已经起来了，赶紧去做早餐。我颤抖着抬头，管家詹金斯太太冷笑一声，见我没反应，他就要抬脚踢我。我一把抓住他的脚踝，我劝你认清自己的身份。昨晚飞机失事的消息一传来，所有人都以为薇薇安生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
罗伯特煽动佣人保安都听他的，现在连这些人都敢落井下石。利益面前，人心的冷漠真是令人心寒。詹金斯太太嗤笑一声，挣脱我的手。还在摆女主人的架子？切！我们的老板已经换了，你再也不是尊贵的哈珀夫人了。海耶斯先生说了，在这个家里，你现在连我们都不如。赶紧起来做饭。我强忍着后背的疼痛和刺骨的寒冷，从狗窝里爬了出来。詹金斯太太不耐烦地推了我一把。走进屋里，我看到塞雷娜穿着我的定制真丝睡衣走了出来。她皱了皱鼻子，用手捂住，好臭啊！她做的早餐谁吃得下去？罗伯特拿着一个礼盒从薇薇安的书房走出来。那他就去打扫厕所吧。他朝塞雷娜招了招手。塞雷娜，这有一条翡翠项链，你戴上一定很好看。塞雷娜扭着腰走过去，两人亲昵地把项链戴在她脖子上，欣赏着。那是薇薇安在拍卖会上花8000万美元给我买的生日礼物。你不能碰它。我正要冲过去，却被詹金斯太太死死按住。她在我耳边低声说：“你真以为自己配合新夫人争？”罗伯特故作无辜：“薇薇安。薇薇安在哪儿？艾莉诺，你还抱着那个幻想不放吗？你的薇薇安早就死了，连一把骨灰都没留下。布兰登今天要去公司宣布薇薇安的死讯，等他的追悼会和遗嘱处理完，我们就连你也赶出去。罗伯特和布兰登都知道，薇薇安的遗产肯定会留给我，这就是他们昨天没把我赶出去的原因。可我真想看看，要是让这些无情的恶魔看到薇薇安安然无恙的回来，他们会是什么表情？就在这时，布兰登下楼了，正在打电话。对，告诉记者消息属实，哈珀集团会举办追悼会。哈珀夫人，布兰登瞥了我一眼，故意哽咽道：“我母亲听到消息后悲痛过度，已经病倒了，一切都会由我父亲和我处理。”他和罗伯特交换了一个眼神，罗伯特满意地点了点头。随后，罗伯特怒气冲冲地朝我走来，眼神冰冷。你在干什么？我的心一紧，想要躲闪，却被詹金斯太太死死按住。罗伯特露出一抹令人作呕的假笑，然后他狠狠一脚踹在我的肚子上。我60岁的身体蜷缩在地，疼得冷汗直流。罗伯特蹲下身，像看一只垂死的蚂蚁一样看着我。既然病了，就要有个病样，这样才更让人信服。把他锁起来，不用找医生。要是他在追悼会上说不出话来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2个保安把我拖到储藏室，门从外面锁上了，里面连一扇窗户都没有。埃莉诺，埃莉诺，一个微弱的声音突然从门缝底下传来。我挣扎着趴在地上看去，却只看到一双鞋底。埃莉诺，是克洛伊，你还好吗？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？我紧紧抓着门，心跳加速。克洛伊来我们家没多久，她遭受家庭暴力后，是薇薇安帮了她，还雇她当清洁工。我不知道能不能信任她，但现在我只能冒险了。克洛伊，亲爱的，你能帮我拿一下我的手机吗？我必须联系上薇薇安，让她快点回来。我马上去。克洛伊的脚步声很快远去。我在黑暗中默默祈祷。时间从未如此漫长。突然，一个袋子从门缝底下塞了进来，是我的手机，还有2片止痛药。好孩子，克洛伊，薇薇安回来一定要给你涨工资。我蜷缩在角落，掏出手机，已经1天1夜没充电了。电量只剩下3%，我赶紧拨打薇薇安的电话，却无法接通。于是我又打给薇薇安的助理马库斯，电话通了。每一声接通提示音都像敲在我的心上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，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门开了，塞雷娜走了进来。与此同时，助理的电话接通了。埃莉诺，你找薇薇安吗？快回来！我看到塞雷娜发现了我，我拼命大喊，可她一把抢过了我的手机。她想看看我在给谁打电话，可就在这时，手机没电关机了。她眯起眼睛，埃莉诺，
你还真是不安分啊！我靠在墙上。塞雷娜，我女儿要回来了。等她回来，你会比多年前更惨。毕竟，当年在薇薇安的威胁下，罗伯特可是当场抛弃了她。认识他的人都知道，她是个不知羞耻的失败情妇。她丢尽了脸面，被所有人排挤。或许是想起了当年的屈辱，塞雷娜咬紧牙关，蹲下身抓住我的头发。埃莉诺，薇薇安死了。她的遗物已经从机场送回来了，里面还有她要带给你的礼物碎片。她的身体都被炸成灰烬了。你还有什么好嚣张的？我嗤笑一声。说到你的痛处了。塞雷娜，你婚姻不幸，女儿也不待见你，就觊觎我的丈夫，嫉妒我有个好女儿。这场游戏你早就输了。塞雷娜的嘴角不自觉地抽搐了一下，她抬起手就要打我。我闭上眼睛，却听到一声清脆的啪，可脸上却没有传来疼痛感。睁开眼睛，我看到她竟然打了自己一巴掌。塞雷娜的眼里瞬间蓄满泪水。埃莉诺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几乎同时，罗伯特从门口走了进来。他看到塞雷娜捂着脸，声音哽咽，立刻上前扶住她。我只是来问问埃莉诺要不要吃点东西，可她骂我痴心妄想，还打了我。罗伯特，好痛啊！塞雷娜的眼泪流了下来。罗伯特的眼神瞬间燃起怒火，他怒目圆睁，朝我咆哮道：“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！来人，把她扔进地下室！”